这次啊，中共绝对着急了，外交部和国防部极端着急，因为美国获取这个以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和中共的卫星间谍卫星之间啊沟通的，这是个密码可能都被破获了。说白了就是他间谍卫星和这些沟通，他有一个协议嘛，用什么东西什么协议，就很容易就破获了。未来，所以他们很着急啊，这一次真的绝对被完败啊，100%完败，因为美国这个国防部长共和党的全部的精心计划，从头到尾啊一个环节都没漏掉。说白了，这里头巨大的价值在里面啊，对美国来说，虽然这个东西没多先进，但是反向的可以做很多事情。这个东西如果被美国捕获，中共间谍类的东西，它要重新改系统，来不及了，因为所有的东西，你的卫星已经发射上天了，就算你改，也只是改密码而已啊，整个是吧？到底是用什么接收装备，来回用什么设备编码解码，它改不了。这个等于说对中共的一整套的所有的北斗卫星啊，白发射了。说白了就这意思。未来啊，多少年估计包含的信息量很大，这里面中共这一次绝对是输麻了，我跟你说，输得很惨啊！就是多少年好不容易搞出一个东西，全被破解。这里头啊，你想想啊，这所有的，比如信号的加码方式啊，编码方式是吧？用哪些设备加码编码？这所有的全部解惑的话，你想想，就过往，他就可以把同样类型的信号啊，这么多年，10年前啊，这20年全部用大数据啪全部收集回来，收集回来一看，我天哪！这个恐怖行动也是中共干的，那个也是中共发号施令，这个什么2伊战争是吧？然后伊斯兰革命，然后 ISIS， 所有就铁证如山了。中共多少年的作恶的所有的东西，可能都全给你恢复了，是不是？他用这种跳频的 AM 频段，再加上他们特殊的编码，是不是用加密？然后因为带宽足够嘛，那因为很近的话，它可以用大功率，功率足够的话，它因为在头上，所以没有任何的遮蔽。对，如果你跟卫星的话，因为卫星是几百公里，卫星很远，大概需要500瓦。中间美国如果在中间一截获的话迟早容易被发现，所以它很多高机密的东西可能就是通过气球这种来那个，所以这里头能破获很多东西。说白了，很多曾经用过这个气球传递过东西的美国内部的高级间谍高级估计可能都会被最终捕获都很简单，都很容易